我现在也是吃不下睡不好，一个瘦了22斤嘛。他现在离家出走了，然后带着女儿，现在非要签字离婚嘛。我跟你20多年了，最后啥都没有了，把我的闺女都想成这样了，到现在都不敢见，连人都不敢听他的。他就用那个钢针砸俺俩，然后把俺闺女俺俩打罢了。我把小孩给他撕了，他回到日饭头偷了小孩，他又出来撵俺。直接就是冲过来，拿着那个茶缸袋砸俺妈的头嘛，然后我用手替俺妈挡了好几下，因为那天他就在后面追着我跑嘛，然后他们找到我的时候，两个胳膊就是一直在发抖。等到找到俺时候，俺闺女就这样。就俺闺女都吓持枪，她堂哥给她开的宾馆，住了6天，天天回头做噩梦。我就上北关领她去看，能看看这是真大夫，心理惊吓过度，关系敏感、抑郁、焦虑，还有恐怖。大有7号俺一路出去玩去了，然后俺跑到北上王屯那个农庄来，又走，俺闺女骑的这个小男孩的尿布。这走了，把那个照片配给他了，他就开始气了。对任何一个女孩，她是10岁、8岁还是3岁、5岁小孩，啥时候都是严父慈母的。俺闺女，你看也21了，有没有男朋友没有啥？人家高昌是俺车间主任，他也认识他，先认识他。男未婚女未嫁，就是说他这个人能咋办？我这个人没认为俺闺女骑到他尿布上有啥不妥的，因为我跟的嘞，搁他心里边一想就是我做的很。就是咱跟他是同事关系，但是女儿跟他有没有任何关系都没有。他怎么人见到我女儿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妻子这个人呢，就是无论做什么事，她不爱跟我说。我出去玩的自由都没有，我出去玩一下，我都得打电话给你说一声。他比我大10来岁，而且他平常跟俺爸妈关系很好。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也不是那种社会，就是在摘个枣嘛。然后我没想到在他眼里面会认为这样。从出发点上来说，你这边也是关心自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采用这样的方式，你动不动就发火，你也没有问清楚这个事情来龙去脉。你这样跟女儿去沟通的话，女儿能不能听你句话？咱作为一个父亲，想我女儿她是怎么想的，你把你的担忧去告诉她。是我这种做法也是欠妥。这是最后一次压倒我的稻草，这是最后一次。